因为想说这个是新的大楼，因为它的环境不一样。其实你问我们家很难问，因为我们都要经过总公司。海鲜没有办法保鲜，可能说中午就要收了，要缴房贷啊，要养小孩啊。欢迎回到我妈调查局。摊商创业有非常多的形式，有夜市、早市以及市集，到底哪一种好呢？我也不知道。那我们就来一起访问市场的摊商，看看他们到底如何经营。跟我一起看到最后吧 ，Go！开场我们就先请到这位美丽的老板娘，她真的是点点假沙挖工啊！卖五谷竟然可以从线上做到线下，而且回购率竟然有70% 啊！姐姐，这边我听说是4月25才开始，那你之前是在哪边卖这些东西？我在虾皮，我是虾皮优选的卖家，专门卖一些五谷杂粮。我们也有在菜市场摆摊，每天换不同的位置，每天跑。你之前虾皮电商做多久啊？我是在疫情的时候，因为菜市场完全都不能跑，要缴房贷啊，要养小孩啊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不然我来卖虾皮好了。从那时候才慢慢经营起来。你在虾皮的等级是要开发票的？对，要开发票。那为什么后来想要换到这个黄石市场？因为我在网络销售大概有5万多粉了，他们会希望有一个自取点，或者是网络购物其实很多雷嘛，他们会想要来看说，你的东西到底好不好？弄一摊这样子，成本大概多少钱？货的资本就要大概30万。那这边生意你觉得有符合你当初来线下的预期吗？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是要经营的，因为不是只有你在卖，我的回购率最起码有70%，我很自信的可以说我的回购率很高。那姐姐你现在在经营社群吗？社群有，我的客群大部分都是比较年长的长辈，所以我还是基本上还是用 FB 为主。那你觉得有成效吗？目前？没有但是还是要经营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如果说有新的创业者想创业，你觉得最重要的建议？不要怕吃苦吧，因为我过年都睡2个小时，也不能懒惰，因为你刮风下雨台风，你还是得出去啊。第二就是要持之以恒，客人可能正在测试你做的顾保，你的东西到哪里，你的品质到哪里。老板，你这边从什么时候开始开业的？开业的话，我是4月25，但是在筹备的话，也将近快1年时间。弄这样子一个摊位，这样要多少钱？建议抓的预算大概25至30。对，你还是要留一些预备金在身上。摊位型的店面，我觉得它算是一个蛮值得推荐给第一次创业的人。你初期开办的费用，当然比你要去购置一家街边店面会来得好入手。4月25到现在，目前你觉得生意算好吗？有符合你的预期吗？还可以再努力，因为我的商品基本上在市场上算是比较罕见的啦。那我可能问你一个比较冒昧的问题，你原本希望说，预期，那这个预期是指1个月的营业额大概是落在多少？我自己设定这边一天基本上可能5000至7000左右啦。目前有达标1/3了吗？差不多有2/3。哦，还不错哎。那老板，你会想说经营社群来增加自己的曝光？有啊，现在目前我们自己是有做 LINE 的社群，然后像 FB 还有 IG 也都是有做啦。你经营到现在这段过程，有没有发现什么技巧是可以让生意有效提升的方式？以现在的大众消费者的一个习惯，我觉得真的善用社群媒体，它会更快速的让消费市场认识你。接下来这一摊啊，问3句回3句，我先问公司，真的是企业级机密啊！开幕到现在，你有没有遇到什么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？上次有一个不是，这不能讲，没事。那姐姐，我这边大概一天营业额有多少啊？这是秘密，我不能讲。那你知道说为什么他当初要来这边吗？其实这个都要问公司的，说真的。那这样子弄一摊大概？其实你问我们家很难问，因为我们都要经过总公司。老板，你在这边多久啦？因为这市场其实是刚开的，所以就是4月25开幕的时候就在这。对。那你之前是在哪里？我们原本有摆过南雅夜市，但夜市是3月底才开始做，接触在这一行真的是很短时间。怎么会后来决定来这边？我们卖的东西比较偏向正餐，所以正餐其实在夜市销路不太好。有看到它外面有贴布幕在招商，所以就有来询问。那你觉得这边跟夜市对于你而言有什么样的差异？就像我在这边可以做到2个餐期，但是夜市就只有一个，就是宵夜。然后因为这边是室内，对，所以你在夜市是户外的，你如果下雨，就其实也不太能摆。那你觉得营业额这边比较好，还是夜市比较好？这边当然这边比较好啊，有可能是1倍2倍吗？有比那边高很多。这边是不是算相对比较透明的？对啊，因为像你夜市，你摆它也不会签契约什么，对，他喊多少就多少，你自己也不会知道，对吧？除非你有去问其他位置，但你也没办法跟他
阿 Q， 因为毕竟也没有签合约。透明的情况下，这边租金大概一个月是？这边它有对外公开，就是1坪就是1万，位置就是先来的先选啊，这样。那像你这边这样子弄一摊，大概成本要多少啊？因为我是要在这边煮东西，就是有静电机什么的，因为它市场规范，所以弄 total 差不多10万左右上下，不确定啊，就是大概啊。那你为什么当初会想就是创业？因为我本来刚毕业的时候是有想要考民航局，但是因为考了之后没有上，就有去坐办公室，但是就不太喜欢，就是趁年轻的话赶快出来摆一个，对吧？我可以问一下你现在几岁？我26岁。好年轻哦！夜市摊家跟市场的摊家，你觉得对你而言体验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其实在这边大家都是亲和力蛮好的，就是大家邻居啊，其实都会聊天。人潮比较少的时候，我是会去走动，就是去跟其他商家聊天啊什么的。但你夜市的话，你就变成是可能就只会跟你隔壁谈。那你有在经营社群吗？我目前还没有，但是有考虑在用。那你经营到现在有没有什么技巧可以分享？像夜市可能会喊摊啊，对啊，那这边有什么技巧？其实我一直觉得喊的影响力，我觉得不大。你东西好吃，就自然会有人啦。我比较偏向不去推自己的东西，你吃过你觉得好吃，你就会回来。原本以为坚持卖海南鸡饭很浪漫，赶快来支持黄石市场这家道地的好滋味吧。你们是2个一起的？对，哦，你这摊子比较大，你这边几坪？其实没有说特别大，就是它比较宽。它这样几坪4坪。 4坪。那你之前是在哪里做？我们之前在戏子产业园区里面，你这样子弄一摊，成本要多少钱？大概40-50吧。那老板，你为什么当初会想创业啊？因为热情。因为热情。你之前就是做餐饮的嘛？对啊，那就是想说，感觉好像这个年纪再不出来做点什么，好像有点枉费这样子。方便问你现在？我现在43、44了。在这边开店多久啦？今年才开始在这边开店，4月25号，之前都是摆摊。哦，那你之前在哪里摆摊？市集，随机的市集。那怎么会想说进驻这边啊？我是年轻人，我就是要创业嘛，就不会被老板管束，自己一个人努力一点，也可以做到那个标准，就辛苦一点点。那你觉得在市集摆摊跟到这边创业，哪一个成本比较重？我的建制成本都差不多的，都差不多吗？你可以看我的机器，我的机器会是比一般的店家不一样。我是玩家起来的，所以会是商品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你是玩家，那你又希望可以赚到钱，那你不希望提供给客人比较像商业化一点的东西的话，那你就会有拿捏跟把持。那你这样子创业这样一摊这样子，总成本要多少啊？ 100万。哇！我光机器就70几万。那如果只是说一般的创业者，如果说我可能不是玩家起来，我是想赚钱，你觉得弄一摊这种小摊大概成本会落在多少？50到60不等，取决于咖啡机的机器是什么样的程度。那像这边摊租都是比较透明的，很透明。其实这样比较透明，是不是大家也比较信赖？对对对，不会像外面房东说今年3年后我要涨租金哦。这边的营业额，你自己觉得这样子算符合你的预期？超乎我预期，我的预期营业额一天大概2000出头，3000块，很多了。你有经营社群吗？有。哦，那你目前经营社群，你觉得成效怎么样？慢慢做吧，我只会想要在这上面说，分享一些，今天有遇到什么样的生活琐碎的客人，我没有想要做网红店这个类型。那你觉得在菜市场跟你之前市集，你觉得有什么差别吗？市集的客人都会是爆发心态，或是他是一次性客人，他会我觉得好买，回头要想找的时候你是找不到。但你如果在这种有固定的摊位的时候呢，你也不需要一次大量性的购买，送礼的时候他会想到你。那你自己比较喜欢在哪里？我喜欢固定，市集就要看天气，你在室内就有差异了。应该说市场就是人情味，从小到大慢慢把带我们去市场买东西。10年后我带小孩来的时候也是这个阿伯，对，又是一个人情味，我喜欢这个感觉。那怎么会选黄石市场？这边是新北市第一个新建立跟政府合作的新兴的市场，相比于其他的传统市场比较干净卫生，然后我们就现场建置了一个小型的中央厨房。也方便我们做一些产品的研发跟贩售。那营业额的部分有符合你当初的设定吗？周边的人流还有周边的住户，好像对我们这个新兴的市场还没有那么了解，然后也不是那么熟悉。因为我旁边就有自己的朋友，他甚至都不晓得我们这边新开了一间黄石市场。他现在楼上也还在建制。我现在7月份正式开幕之后，市管处那边大力的宣传之后，我相信可以改善这个人流的问题。你自己这边有没有什么策略想要曝光你的产品？日后会增加我们的产品的品
像，拍一些短影音，甚至跟一些网红业配。你们目前经营社群吗？我们目前还没有 IG， 因为这边实在开得太仓促，现场的建制都还在熟悉当中。比如讲说，像我有心也想做这个产业，这样建制成本要多少钱？没有到很多，因为我们当初有评估过街边店成本都太高了，那所以它试管处理设备这些都已经好了，我们就是把我们的该有的可以营运的状态设备进来就好。有超过20万吗？差不多，所以甚至比百货公司的美食街都还来得更低一些。再来是待的时间比这个市场还要久的摊商，听他说啊，做得好的话，1个月10几万没问题。你是之前改建前就在黄石市场？我在黄石第2代做45年了。你做45年了？我老公做50年，从没有这个市场，没有黄石，周围就在做。那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市集改建之后，你们想要进驻里面，而不是还在外面呢？因为它的环境不一样，比如说我们半天海鲜，而且都有冰块，对不对？可是它很快就东西就没有办法保鲜，可能说中午就要收了。那阿姨，你在这边45年了，你觉得有什么技巧是可以教给年轻人想做生意的？要有耐心，像现在的有的年轻人，有的抗压性不够。我的经验就是说，从早顾到晚，你不要说做个几天我没什么生意，我要提早收。我说这样子就不会长久。那姐姐，你觉得现在来市场认真做，还赚得到钱吗？其实赚得到。你觉得有可能1个月可以净赚个10万块以上吗？刚开始没有那么快，刚开始就有点像上班族，4、5万块。对呀，只是说你就是要有耐心，怎么去跟客人解释，就是要经验。那姐姐你在这边45年，然后也有经过这边的改建，你有没有什么印象中让你很记忆深刻的事情？就是跟客人有那个互动，会感觉就交了很多朋友，包括我们这次要搬，客人还会包红包给我，有时候还会跟买东西的人出去玩。还有跟一些我们市场朋友出去，哇，已经变朋友了嘞！对，真的变朋友啊，那个感觉是不一样。可能是有的做办公室没有办法体会我们，其实我们朋友很多。我们以前一样在府中这一区有一个小小的个人工作室，以前卖的也都是主要绿豆糕啊、中式糕点。那怎么会想说这次进入这个黄石市场？因为想说这个是新的大楼，会有一些新的客群，想说来试试看。因为我们以前是做网络为主，像这样弄一摊，你知道建制成本要多少钱呢？其实我们很简单就是简单的设备跟餐车，还有一般的冰箱，这样子加起来应该没有到5万吧，就是设备的话。所以你是有请员工？我有请员工，因为我主要还是会在制作上，所以我并没有一直待在这边。那你觉得目前线下的这2、3个月的营收有符合你当初进驻的预期吗？前面试营运其实状况真的都还不错，那当然我们也知道，就是商场开都会有一个蜜月期。现在的话就是看自己产品后续的吸引力，还有没有新增加一些品项，能不能吸引进来市场的人。那你目前在这边这个品项容易单日营业破万吗？跳扣容易吗？要看平假日对，当然假日的话会比较有机会。那平日的话相对人潮少一点。你有在经营社群吗？就是脸书跟 IG。那你觉得经营社群对于线下生意会有帮助吗？目前也是会啊，就是因为我们社群是比较偏向拍照，然后写一下就是自己制作的心得，或者是跟客人互动的心得，所以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客人会透过这个平台，然后来更了解你的商品。那有什么比较特别的经验或难忘的经验吗？你会遇到一直重复回来的顾客，他都会一直跟你分享说，他今天吃什么的感觉，今天吃什么的感觉，你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这样。今天街访到现在，我感觉这个市场真的有满满的人情味啊！它有别于一般的夜市以及市集，感觉这边的店家呢都非常喜欢与人之间的连接。那如果是你创业，到底会选择夜市、市集还是摊商？请留言告诉我吧。那我们就下一再见喽，拜拜。不行啊，不行啊，没关系。好，真的这么好。你们是什么？我们是 YouTuber， 妈叫我不要创业，你可以看一下。不要创业。对。交代你们了。谢谢。真的了，去旁边好，帮我开箱一下。好，没问题。谢谢。曝光啊。好。招牌都没有拍到。